小舅子王赌欠了5000万，却留下了我的联系方式。利滚到1个亿的时候，凶神恶煞的催债人终于堵在了我家门口。我好说歹说，让他们离开后，老婆和岳母才战战兢兢从房间出来，老婆脸色都白了。离婚吧，我宁愿净身出户。你自己的债务你自己背，别想着连累我。无论我解释了多少遍，那是他弟弟欠的，他都不肯相信。岳母更是一巴掌打在我的脸上。你为了坑我女儿还你的债，竟然敢污蔑我儿子！离，这婚赶紧离！不怕实话告诉你，现在若兰怀了，是你好兄弟的，你就死了这条心，给我离了吧。不是1个亿我有啊，我原来是想问问需不需要我帮忙应急，怎么变成了离婚自爆现场？既然这样，那小舅子欠的巨债你们自己还吧。我声音干涩地问道。你怀了许思年的孩子，什么时候的事情？江若兰转过头，鄙夷地说道。秦淮叔，就算是又怎么样，你管得着吗？你就不用想着挽留我，我不想要你这种只会欠钱、敢做不敢当的废物老公。我愣在原地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张凤娟见我呆住，直接一脚踢在我身上。听到了没有？明天民政局离婚。他说完，转头偷笑着对江若兰说：幸亏你每次跟这个废物亲热都提前吃了避孕药，不然这个废物还会用孩子来绑架你来还债。本来想让他来养孩子，现在看来没有这个必要。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原来每次你都提前吃了药。结婚3年，江若兰的肚子始终没有动静。张凤娟不止一次当着亲戚朋友的面说我是生不出孩子没用的废物，甚至逼着我去医院检查，检查结果一点事都没有，最终不了了之。原来他每次都事前吃了避孕药，他甚至打算让我做养别人儿子的冤大头。江若兰冷哼了一声：你也不想想你家是怎么对我的，当初彩礼的事我就很不喜欢。张凤娟啐了一口：当初就那彩礼啰里吧嗦半天才拿出来，就那寒酸样，我当时就不想让我女儿嫁给你。我脑子里闪过3年前的那场婚礼，本来说好了彩礼99万9千，图个吉利，结果出嫁当天，张凤娟让江若兰不下车，硬是要拿额外100万的下车费。我当时就觉得过分，但江若兰在婚车抹眼泪，说他妈就这一个女儿不容易，我咬咬牙给了。后面到了家门口，张凤娟又说改口费不能少，还要100万，我当时就不想给了。这明摆着就是狮子大开口，最后还是我爸做了主，说结婚是喜事，别因为这些事闹得不愉快，把钱给了。幸亏我爸看穿了他们的德性，隐瞒了身家几百亿的事情。爸爸还把婚礼安排在未发家前的旧房子，最后他们拿了300万才适可而止。张凤娟没有给江若兰1分钱嫁妆，说我们家陪衬不起。后面我才知道，当初的那300万，张凤娟都给了小舅子江浩成挥霍完了。我爸当时特意提醒我要继续隐瞒身家，说日久见人心。现在看来非常正确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拿出手机打电话给江浩成。离婚可以，但江浩成的债务我不背，我现在就打电话跟他说清楚。结果我连续打了好几个电话，江浩成都没有接。江若兰一手把我的手机拍落在地，尖叫道：你就是知道我弟在国外旅游，听不了电话，才敢污蔑他。张凤娟抬脚把我的手机踢飞了很远。你自己的债妄想让我们要还，你不背谁背？就在这时，大门砰的一声被人撞开，许思年冲了进来，满脸怒容。秦淮叔，你简直是畜生，一欠就是1个亿。江若兰扑在他的怀里。思年，他还敢污蔑是我弟他借的。许思年在江若兰的头上亲了一口。要不你就来我家住吧，要不然催债的下次再来，吓到你和我的儿子怎么办？见我一脸愕然，许思年嗤笑一声：这有什么的？你以为你每次出差若兰会去哪里？还不是来我家？她在我家床上睡的次数比你家床上睡的次数还多。骂完我一句畜生之后，他牵着江若兰的手，3人头也不回离开了我家。我错愕的不仅是江若兰对不起，还有许思年。许思年和我是大学兄弟，几年前他失业找我借钱，我二话不说借了他10万。后面他实在找不到工作，我推荐他去了一家公司，慢慢做上了高管，年薪500万。但我没有告诉他那公司是我爸爸的。我没想到这个白眼狼兄弟竟然跟我的老婆搞上了。回忆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接到了一个下属的电话：秦总，您回来一趟公司要快。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但还是赶回了公司。只见江若兰带着许思年和张凤娟正在我的公司里大吵大闹。江若兰正在法务处办理手续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不再是这破公司的股东，我要退出。许思年把退股合同拿了过来。对，赶紧退股，然后离婚了。那1个亿债务就和我们没有关系。张凤娟直接跑到我公司客户前喊道：这公司老板行为不端，大家就别选这家公司了。快走快走！公司客户一个个站起身来，收拾东西往外走。张凤娟还嫌不够，在员工工位上继续喊道：大家要看好自己的财务啊！你们人渣老板欠了1个亿，随时会把你们值钱的东西卷走跑路，工资都不发。看到我走进来，公司同事立马把自己值钱的东西收了起来，暗暗在交头接耳。原来老板他欠了1个亿，还不顾自己老婆，不会真的卷款跑路吧？一点都没有看出来他是这样贱的人。现在老婆岳母上来闹事，看他能怎么办？连他曾经的兄弟都大义灭亲，那肯定是真的。
大家可能要找好下家工作了。我急忙冲了进去。你们凭什么造谣生事？公司造成的任何损失，我都可以起诉你们。许思年装作正气凛然，护在江若兰的身前。你欠了整整1个亿，这个就是事实。外面员工议论纷纷的声音就更大了，都在蛐蛐我。就在这时，我妈走了进来，不可置信地问道：“怎么可能？怀叔，你不是前2天才送了我拍卖会的首饰吗？”我才想起来，今天本来约了她下班后一起去餐厅吃饭。江若兰呵呵一笑：“什么拍卖会？那是你儿子借高利贷去买的，现在开心，晚点等着哭吧。也幸好我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你们家的，不然也跟着倒霉。”什么？我妈满脸震惊，一把拉住正在往外走的她。你说什么？江若兰厌恶地甩开她的手。你聋了吗？我说我肚子里的不是你们家的。我妈本来就有高血压，被江若兰推得往后一个踉跄，她捂着心脏瘫坐在地上。我冲了上前扶住我妈。妈，你怎么了？江若兰啐了一声。穷逼老太婆就会装，不会是打算装模作样讹我们一笔吧？赶紧走，晦气死了。她说完，急忙带着张凤娟和许思年往外走。妈脸色苍白，说不上一句话，慢慢昏迷了过去。我顾不上那么多，抱起妈妈就往医院跑。急诊室里，医生给妈妈做了检查，她有高血压，情绪激动导致血压飙升，必须住院观察。我走出病房，给正在国外出差的爸爸打了电话。喂，怀叔。爸爸的声音传来，我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爸爸说道：“我马上订机票回来，我有他们好看。你好好照顾你妈，其他的事交给我。”爸爸顿了顿，许思年和江家的事，我也会处理。挂了电话，我坐在病床边，把江若兰身上的那张信用卡取消了授权。那张信用卡是我给江若兰买菜消费的，我跟她说每个月能刷1万，她只知道我每个月会帮她还款，却不知道这卡的真实信用额度是1个亿。手机突然震动起来，是许思年发来的好几条微信。首先是许思年他和江若兰的亲密照，还有几段语音。兄弟，真不好意思啊，你欠太多了，我帮不了你。不过我建议你可以去做嘎嘎哒还债，做嘎嘎哒还能练练那玩意。若兰说你在床上不行，所以才找的我。不怒反笑，我对你不算太差吧？你就这样报答我？许思年哈哈一笑，当初我还以为你真的是什么富家子弟，才和你做兄弟。要是知道你是这种借高利贷充大头的狗东西，我鸟都不会鸟你。我没再理他，直接把他微信拉黑。第2天早上，我回家打算收拾点东西，继续回去医院陪我妈。刚打开家门，我就看见江若兰、张凤娟和许思年又站在客厅里。江若兰上来就是一巴掌。你还有脸回来？不是约好了今天民政局吗？你竟然敢不来！张凤娟也踹了我一脚。果然被我猜中了，他就是不想离我们约好离婚，想要我们帮还1个亿。我直接把他们推开，咬牙切齿。我妈被你们弄伤住了院，你们还在关心离婚的事？江若兰嗤笑一声，有事的是你妈，又不是我妈，关我什么事？许思年把一份离婚协议甩在我面前。协议我已经写好了，你签一下名字吧。江若兰找来一支笔，扔在我身上。我都问好律师了，只要我净身出户，没有分到1分钱，自然不需要承担你1分钱的债务。赶紧签了，别耽误我和思年的婚礼。我觉得好笑，伸手就把协议签了。为了逃债，他竟然净身出户，那我家那几百亿的资产自然轮不到他。说完，许思年就上来要拖我走。走吧，去民政局把离婚办了，天大的事都没有这事着急。我甩开许思年，我妈今天要手术，我没空。张凤娟踢了我一脚。少废话，今天就算是你妈去了卖咸鸭蛋，也要先签字离婚。他们硬是把我拖出门，一路拉拉扯扯到了民政局。一路上，张凤娟还在一直大声嘴碎，污蔑我欠了1个亿的事。周围的人都在看热闹。这男的听说是欠了高利贷，老婆都要跟他离婚了。听说他还把自己欠钱的事儿污蔑给了自己小舅子，想要赖账不还，这么贱啊！怪不得他老婆和他岳母啊！要是我也一脚踢开他。工作人员抚了抚眼睛，问道：“请问离婚协议里的内容都约好了吗？”江若兰点点头，把协议递了过去。约定好了，我净身出户。我没有异议，直接把流程办完。走出办事处门口，江若兰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。我终于自由了，我爱你许思年。等离婚冷静期一结束，我们就结婚。她扑进许思年的怀里，当众亲了上去。还好遇到了你重新开始，不然我这辈子都要被这个废物毁了。张凤娟更是嚣张，推了我一把。赶紧滚吧！我女儿现在可是怀了思年的孩子，以后吃香的喝辣的，再也不用看你这张穷酸脸了。我赖得理他们，转身就走。许思年在江若兰的腰间捏了捏，随后拨了个电话。天海大酒店，给我今晚7点订一桌庆祝宴，我要最高规格的餐标，82年的拉菲给我预定2瓶。他故意提高音量，让我能清楚听到每一个字。挂了电话，许思年笑眯眯地说：“怀叔啊，今晚我们要去庆祝一下，你要不要一起来？”我深吸一口气，转过头冷冷说道：“滚！”江若兰娇笑着说：“思年，你就别逗傻子了，他现在欠着1个亿呢，怎么敢在外面乱走？说不定等下就有人来讨债，他就横尸街头了。”张凤娟啐了一口，活该，那就是报应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身后突然涌过来一群人，带头的是个光头壮汉，身后跟着7、8个纹身大汉。光头壮汉把衣服一脱，吼道：“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！”江若兰和许思年被突如其来的一嗓子吓了一跳。张凤娟见他们是催债的人，拿出离婚协议，赶紧说道：“他已经和我女儿离婚了，
要杀要剐随便你们，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光头壮汉感到莫名其妙，示意让身后的小弟把人带上来。你自己指认一下，哪些是你家人？江浩成被架了进来，脸上青一块紫一块，杀猪一样嚎叫道：“妈，姐夫，救救我！我欠了他们1个亿，今天还不上，他们就要把我带走。”在场的人都愣住了。江若兰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弟，你在说什么？欠钱的人是秦淮叔，不是你。”张凤娟冲上去想解开江浩成，指着我喊：“你们一定是搞错了，抓他才对，抓他！”许思年一把抓住我的衣领：“你是不是男人？自己做的事情竟然污蔑浩成，还让催债的人来抓他！”周围的人纷纷指责我：“就是你们都抓错人了，明明他欠了巨债，不然不会到了离婚这一步。”光头壮汉一脚踢在江浩成的身上：“谁欠我钱？我会分不清吗？你自己说！”江浩成又开始杀猪一样叫了起来：“妈，姐，是我欠了1个亿，我和他们说好了，只要给了钱，绝对不会为难我。之前姐夫都能拿出300万彩礼给我还债，他肯定还有钱，快让姐夫帮帮我！”说着，他挣脱开大汉，跪倒在我的面前。我拿出刚签好的离婚协议，摇了摇头：“现在我和你姐离婚了，我不是你姐夫啊。”江浩成愣了一下，看着江若兰喊道：“你们到底干嘛？这么好的水鱼，你们这样就离了？”江若兰过来拉起他：“你糊涂啊！跪个穷光蛋废物干什么？他妈都在医院躺着等医药费救命，哪来的钱啊？”张凤娟也拉了拉江若兰，小声地说道：“你过去和许思年说说，他现在公司高管肯定有1个亿啊，你就说彩礼要1个亿。”许思年听到他们说话，脸色一变，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。以我对他的了解，许思年挥霍成性，别说拿1个亿出来，就是拿100万他也够呛。张凤娟急了，瞪大眼睛问许思年：“你不会想说这1个亿拿不出来吧？你之前可是说过1身家的，现在骗完我女儿离婚，你就不认账对不对？”我冷笑一声：“他公司里的高管位置恐怕很快就坐不住了。”江若兰满脸怒容：“你算老几？哪里用得着你说话？诅咒我家思年！”许思年为了岔开张凤娟的话，动手想来打我。哼，你在乱说什么？我的位置稳得很，还准备升职了。光头壮汉又是一脚踢在江浩成的身上：“我没空看你们演戏，没有钱，我们就要带走他了。”江浩成痛得鬼哭狼嚎：“许思年，你要娶我姐，就先拿1个亿彩礼出来啊，不然这门婚事我第一个不答应。”张凤娟哭哭啼啼说：“有钱有钱，你们别打我儿子。若兰，快把你的钱拿出来！”江若兰立马拿出我给她的那张信用卡，递给光头壮汉：“这卡我平时买菜的，你看看能刷多少钱出来，先顶着，别打我弟弟。”光头壮汉手下的人刷卡，机器滴滴响了2声。大哥，这卡确实有1个亿的信用额度，不过已经锁定了。光头壮汉把卡扔回去：“别当我们傻子，这卡是有钱，但只能看不能刷。”张凤娟惊呆了，一把抓住江若兰：“1个亿，这是哪里来的信用卡？”江若兰目若呆鸡：“是怀叔给我的卡，不是1个月限额1万吗？怎么会有这么多钱？”江若兰呆呆地望着我，眼神复杂：“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钱？”张凤娟连忙拉住许思年：“好女婿，他和你之前是兄弟，肯定是用了某种手段偷了你的钱。刚刚你支支吾吾，是不是为了帮他隐瞒啊？我们现在就把钱拿回来啊！”周围的人说：“没错，肯定是这样，报警抓他。”许思年羡慕地看着那张信用卡，又狠狠地看了我一眼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张凤娟走了过来，对我开始打骂：“你贪了思年的钱，你赶紧把卡解锁，浩成要是有什么损伤，我要你死！”我一手把他推开：“都是我家的钱，和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”光头壮汉的耐心终于磨没了，他一拳砸在江浩成的头上：“搞来搞去这么久，你们家人就是没钱！”江浩成的额头立刻肿起一个包：“有钱，我妈那里还有套房子，先顶上！”张凤娟大惊失色：“你在说什么？那可是我的养老房子。”光头壮汉看着我：“秦先生，既然你已经离婚了，那就先走吧。”他指了指张凤娟、江若兰和许思年：“其他的人，妈妈、姐姐和男朋友就留一下吧。”许思年慌了，连忙说：“我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我只是路过的，不认识他们。”江若兰傻了眼，晃了晃许思年的手：“你在说什么？我们不是准备领结婚证生孩子的吗？”许思年一巴掌打在江若兰的脸上：“你弟欠了这么多钱，还想和我结婚害我？”张凤娟连忙跑过来，和许思年纠缠在了一起：“哼，你个王八蛋，骗我女儿感情还想跑，还敢动手打我女儿！”显然张凤娟不是许思年的对手，没2下就被打得嗷嗷大叫。我正想走，江若兰一把跪在我的面前：“怀叔，求求你，救救我弟弟！我知道你肯定有办法。”她哭得梨花带雨：“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现在还没有过30天离婚冷静期，我能反悔离婚？”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她：“这位女士，你婚内出轨，就算你要反悔，我也能起诉离婚。”就在这个时候，马路上传来一阵引擎的轰鸣声，一支豪车车队开了过来，清一色的黑色迈巴赫，车牌号都是连号。车队停下，10几个穿着黑色西装的保镖下车，齐刷刷站成2排，他们齐声对我鞠躬喊道：“秦少，董事长来接你回家。”周围的人一下子都看傻了。天哪，这排场我认得出来，这是盛天集团的车子。盛天集团
就是那个市值几百亿的盛天集团。他们说的秦少是谁啊？难道是秦怀叔？张凤娟更是瞪大眼睛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什么秦少，什么董事长？”江若兰跪在地上也傻了，呆呆地看着我。你们家竟然这么大来头，跟我们装穷装了这么久。后面那辆车的车门打开，我爸下车了，他穿着笔挺的轻奢西装，眼神锐利。爸爸看向许思年，冷冷地说：“许思年，你被辞退了。财务部已经查到你挪用公款的事情，我们会马上起诉你。”许思年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我爸，脸色苍白。秦总，您原来是他的爸爸。爸爸一挥手，上来。2个保镖上前把许思年控制住了。许思年挣扎着喊：“不，秦总，我知道错了。怀叔，你帮我说说话，我们是兄弟啊。”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以前是，但以后不再是。爸爸又看向光头壮汉。江浩成欠你们的钱，你们该怎么追债就怎么追债，但这里是公共场合，不要闹大了。光头壮汉陪笑道：“秦总，您放心，我们是正规公司，有借条有合同的。”那就好。爸爸点点头，他转身看着我：“你妈准备手术了，我们回医院。”爸爸示意保镖扯开跪在地上的江若兰。江若兰被保镖拉起来，她哭着喊：“老公，老公，你听我说。”都是许思年勾引我的，我还爱着你。我跟着爸爸往外走，江若兰追上来。老公，你不要不管我和浩成啊！张凤娟也跑了上来。对，怀叔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不能商量的？浩成的债你先帮忙还了，算我们借你的，以后肯定还。我停下脚步，回头看着他们。江若兰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我的声音很平静。还有，你肚子里的孩子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说完，我上了车，车队缓缓开走。透过车窗，我看见江若兰瘫坐在地上，张凤娟还在追着车队跑。车上，爸爸递给我一瓶水。放心吧，我一定要他们10倍奉还。爸，你打算怎么做？许思年挪用公款的证据我已经掌握了，数额不小，够他坐几年牢。至于江家，我已经安排起诉追回他们拿走的东西。江浩成的债务，我会给他们火上加油。我点点头，回到医院，妈妈已经手术完成，看见我们回来，她露出了笑容。儿子的事我都处理了。爸爸握住妈妈的手：“你好好休息，其他的交给我。”当晚，我收到江若兰发来的4、5条信息，我点开那几条信息。老公，都是许思年勾引我的，我心里还是爱着你的，你就原谅我这么一次。你装穷也有过错，对不对？如果我知道你家真实条件，说什么也不会这样做。我现在就把孩子打掉，和你重新开始。但是彩礼要1个亿，你家应该给得起的。你不回我信息是什么意思？别得寸进尺，太过分！你什么时候见过我求你？我看着这些信息，感觉一阵恶心，我直接把他的手机号码拉黑了。3天后，妈妈好转出院，我开车来到医院楼下，准备接妈妈回家。刚停好车，许思年突然从旁边冲出来，一把拉住了我。怀叔，他满脸憔悴，胡子拉碴。怀叔，这么多年兄弟一场，能不能就原谅我一次，拉我这一把？我眉头皱了一下，甩开他的手。滚吧！谁和你兄弟一场？是我瞎了眼！许思年跪了下来。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，但现在你爸不仅开除了我，还要起诉我挪用公款。怀叔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叫你爸撤诉吧，放过我这一次，以后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。周围路过的人纷纷驻足观看。这男的好像是盛天集团的前高管，出轨被裁的那个。对呀，就是他，真是恶心，还敢来跪求人家秦少，活该。做了亏心事就要付出代价。我冷笑一声。你和江若兰出轨的时候，怎么就没想过这后果？这些都是你咎由自取。许思年突然激动起来。那些不是我的错，都是江若兰勾引我。她说你不行，她说你在床上不能满足她，她主动来找我的。我转身就要走，被她死死拽住。怀叔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许思年哭了起来。我家里还有老母亲要养，我要是坐牢了，我妈怎么办？我的声音很冷。我再说一次，和我没有关系，放手。不，我不放，都怪江若兰这个大贱货勾引我做了错事。就在这时，身后传来一声尖叫。许思年，你在乱说什么？江若兰也来了，她穿着宽松的衣服，脸色苍白，走路都有点不稳。她冲过来，一巴掌打在许思年脸上。当初明明是你勾引我，你还让我提前吃避孕药，现在我把孩子打了，我要和怀叔重新开始。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现在就是盛天集团的少奶奶，手上几百亿的身家。她虚弱的捂着肚子，看起来是刚刚做完人流手术。我感觉一阵恶心，退后了2步。我们已经结束了，我没有说要和你重新开始。江若兰又是一巴掌打在许思年的脸上。都怪你，害得我老公现在和我有这么大的矛盾。许思年吃痛，反手一巴掌打在江若兰的脸上。那是我的孩子，你凭什么打我孩子？江若兰疯了一样，扑上去连打了好几圈。你要娶我，拿1个亿彩礼出来啊！你拿不出来，我就把孩子打掉。2个人瞬间扭打在一起，周围的人越围越多。奸夫淫妇2个出轨狗打起来了，大家快来看戏！挖槽，这个女人也是个极品，想钱想疯了，2婚还要人家1个亿彩礼。他的那里是镶钻了吗？许思年红了双眼，死死掐着江若兰的脖子。我自己都被官司缠身，哪里来的1个亿？你不要欺人太甚，都怪你，害得我失去我的好兄弟。如果那晚不是你穿着黑丝勾引我，
我就不会犯错和你搞在一起。我见事态有点超出想象，又退后了2步，打算电话报警。此时江若兰被掐得喘不过气，拼命挣扎。张凤娟不知道从哪里冲出来，拿着一块转头砸向许思年。放手！你想在大庭广众下杀人吗？明明是因为你这狗男人，害得我没了一个好女婿，你还敢打我女儿？他一边砸一边骂。现在我女儿和你一刀两断，和怀叔复婚。人的目光都看向我，转身就要走。你们的事和我无关，失陪了。许思年想拉着我，却被张凤娟死死拽住。他几拳又砸在张凤娟身上。江若兰看到他妈被打，上去一口咬在许思年的手臂上。有男人当众欺负女人，大家快报警！3个人纠缠在了一起，场面一片混乱。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有人已经拿出手机报警了。我看到在混乱中，许思年几拳狠狠打在江若兰的肚子上。江若兰惨叫一声，捂着肚子倒在地上，她双眼通红，似乎失去了理智，一言不发，又是重重的好几拳砸了下去。若兰！张凤娟尖叫起来，血从江若兰的裙子下面流出来，越流越多，周围的人都傻了。快叫救护车！满地都是血，出人命了！帽子叔叔已经在路上了。此时我爸也从医院里出来了。怀叔，你没事吧？我摇了摇头，我没事。不过，爸爸舒了一口气，你没事就行，其他人我管不了。他迅速控制了场面，让保镖把许思年控制住。救护车很快就来了，医护人员把江若兰抬上担架，但是江若兰已经没有了呼吸。医护人员急救了一番，摇了摇头。流产后伤口开裂，大失血止不住，没有生命体征了。张凤娟疯了一样扑上去。若兰。若兰，你醒醒！帽子叔叔也赶到了，把许思年带走了。许思年还在看着自己满手的血。不是，我没有杀他，是他自己撞上了的。许思年被带走后，现场拉起了警戒线。我站在医院门口，看着救护车把江若兰的尸体拉走，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感觉。张凤娟瘫坐在地上，嚎啕大哭。我的女儿啊！我的女儿！爸爸走过来，拍了拍我的肩膀。走吧，帽子叔叔会处理的。我跟着爸爸回到医院病房，妈妈已经收拾好东西，准备出院了。怎么了？外面那么吵。妈妈问，爸爸摇摇头。没事，我们回家吧。回家的路上，爸爸告诉我，许思年失手打死了江若兰，这次他逃不掉了。挪用公款加上过失杀人，至少几10年。我点点头，没有说话。至于江浩成，爸爸顿了顿，我查到他欠的不只是1个亿，还有其他的债务，加起来接近2000万，他这辈子都还不完。到家，我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。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太多，我感觉整个人都被掏空了。晚上，我躺在床上，拿出手机，江若兰的微信还在我的通讯录里，虽然已经被我拉黑了。我点开她的朋友圈，最后一条是3天前发的。新的开始，期待更好的未来。配图是他和许思年的合照，2个人笑得很开心。我关掉手机，闭上眼睛。第2天一早，我被电话吵醒，是帽子叔叔打来的，让我去做笔录。到了报案中心，我详细描述了事情的经过。帽子叔叔告诉我，许思年已经被刑事拘留，等待法院的审判。根据目前掌握的证据，许思年涉嫌过失杀人和挪用公款，罪名成立的话，至少要判30年以上。帽子叔叔说，我点点头。从帽子叔叔局出来，我收到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：秦淮叔，我是江浩成，我知道我姐死了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我真的走投无路了。我看着这条短信，冷笑了一声，帮你。当初你欠债留我的联系方式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？我直接把这个号码拉黑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一直陪着妈妈在家休养，妈妈的身体已经好多了，精神状态也恢复了。爸爸每天都会回来吃晚饭，陪妈妈聊天。怀叔，有一天晚饭后，爸爸叫住我，江浩成的事有消息了。怎么了？他被催债的人带去缅国了，之后就音讯全无，估计是凶多吉少。我沉默了一会。那张凤娟呢？爸爸说，他疯了，女儿死了，儿子失踪，他受不了这个打击，精神崩溃了，现在在城外的垃圾场捡垃圾吃，天天说胡话。我嗯了一声，心里毫无波澜。有人看见他嘴里一直念叨着我儿女双全，老来就是享福的料。爸爸摇摇头，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。我点点头，这些都是因果有报。秦总，助理敲门进来，江浩成的消息确认了，他在缅国的一个赌场里被发现，已经死了。我转过身，怎么死的？欠债太多，被打死的。助理顿了顿，尸体是前天才被发现的，已经腐烂了。我点点头，我知道了。1个月后，许思年的案子开庭了，我作为证人出庭作证。法庭上，许思年憔悴的不成人样，眼神空洞，完全没有了当初的意气风发。法官宣判许思年犯过失杀人罪和挪用公款罪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有期徒刑30年。许思年听到判决，整个人瘫在了被告席上，走出法庭，阳光刺眼。我抬手挡了挡，爸爸走过来，结束了。结束了。3个月后，我正式接手了爸爸的公司，开始学习管理。爸爸说他年纪大了，是时候让我接班了。夜里，我拿着红酒杯站在公司的落地窗前，俯瞰着这座城市。如果当初不是他们以为是我欠了巨款，我还被蒙骗在鼓里，命运就好像跟我开了一个玩笑。但最后还是有惊无险。我笑了笑，将手里的红酒一饮而尽。